如果用2个字来形容我们医院的施工食堂，我觉得是洋气和时尚。去过别的医院呢，就是那个食堂比较旧、比较老，然后菜品啊，也就是比较单一。然后我们这里每一天都有特色的菜品，还有国内的、国外的一些就是平时吃不到的那些东西。在这里吃过巴西烤肉、法国大餐，我吃过大牛排、意大利面，还有墨西哥鸡肉卷，还有一些印度的那个饼，都有吃过啊。我们的餐厅是从早晨6点半开始，一天3餐，一直到晚上的6点半结束。餐厅呢布局里面有分为冷餐区、打包区，还有就是日常的一些用餐区，一些套餐，也就是每日推出的这种套餐产品，再有就是馄饨面啊，一个专门的区。冷菜这里我们因为是在上海嘛，就是以本帮菜为主的口味。自选窗口呢，就是满足大众口味的，有10个大荤、7个小荤、3个素菜。我这样的话，选择余地也是比较多的。面条浇头呢，反正有每天有的7、8个品种，反正确保这每天就是说满足这不同的需求吧。特色餐一般都是西式套餐为主，那么包括也有一点是东南亚的风味的，每天都不一样。有一道主食，一个汤配上沙拉或者水果，你可以吃到法式的、西班牙的、意大利的、德国，包括墨西哥、日本、韩国等等很多国家地道的料理。比如墨西哥鸡肉卷，我们有特别设置的一个铁板。平常烤牛排、羊排，这里可以拿来烤墨西哥薄饼，里面是鸡胸肉、红椒、彩椒这些。调皮用塔可粉、孜然和甜椒粉带一个辣，下面再配点沙拉。德式土豆泥配图灵跟香肠，要和牛奶、奶油、黄油这些慢慢熬，咸中带点甜，奶香味较浓。有的菜也会有一些中式的改良，比如日式鸡丝荞麦面，调味是中式的花生酱、牛肉酱。基本上这个窗口都是很快抢光，每天都是限量供应，吃了晚的就可能就吃不到了。特别是今年推出了有24节气的菜，就是每个节气会推出一个用当季食材做的养生特色菜。春天吃竹笋做腌多鲜，夏天大暑老鸭肾补药，我们就做淮山茯苓老鸭汤。秋天君子出来就有松茸焖鸡，冬天温补吃当归生姜羊肉。这一次夏至我们就做毛蟹年糕，这6月黄现在也是很肥厚的，轻放油锅里面一炸，蟹黄啊和营养成分不流失，里边会放一些年糕，用干锅的口味来做的。那么因为吃有的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，所以怎么样健康的吃也是我们这个食堂的一个重点的工作。我们会标注一下它的卡路里，颜色标是绿色的你可以多吃一点，黄色的你可以适当的选择，如果说是红颜色的它可能能量会比较高。其实就是饮食金字塔的那个搭配，用这样的一个小标牌来做一些提醒，方便他们做选择。打包区呢，是因为一线手术的工作量也比较大，手术室的工作人员、医生、护士、工友也比较多，那么能够让拿到病区里啊，或者是在他的工作休息室去吃。医务人员在繁忙的工作中需要有一个释放自己压力的场景，同时呢，做了一些医院年龄层次的人员调查结构，那么发现呢，80后、90后的人员占到了65%。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餐厅，而不是我们设计个餐厅让他们去用。这个医院呢是要有温度的，那么而食堂呢就像一个大家庭的一个餐厅。
急诊的话，它是比较忙碌的，基本上从上班开始要忙到下班，可能还要拖班的那种。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吃饭，有的时候可能到你吃饭的时候，食堂已经快结束了。人就感觉一天的工作就吃一顿饭就能减轻很多那种烦恼什么的。食堂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我平时工作的时候一个加油打气的一个地方吧，加油站吧。我觉得我们医院的食堂，它不光是一个来吃完饭就走进餐的一个地方，在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下，这是一个可以给你放松的地方，让你张弛有度。